大家好，我是苹果妹。今天呢，要来教大家如何在 iPhone 的任何 App 里面快速查询单字，或者是让它念出单字或者是句子，让你的 iPhone 也可以成为学习外文的最佳工具哦。App Tracking Transparency。其实 iPhone 里面就有内建查字典的功能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呢？而且在任何 App 里面都可以使用哦。你只要长按这个单字，然后按一下查询，它就会自动跳出这个词典了。那如果你想要更改啊，或者是新增词典的话，就到下面的管理词典里面去新增你要的字典，像是英英字典啊、中英字典啊，里面有非常多的字典大家可以选择。但这个词典呢，它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没有发音，所以常常我已经知道了这个单字的意思，但是我还是不知道它要怎么念出来。所以今天呢，要来教大家如何利用捷径，让你在任何 App 里面让它念出这个单字或者是任何的句子。那今天的捷径呢，非常的简单，大概只有2个步骤，5分钟之内可以搞定。然后在任何 App 里面，只要你可以选取单字的地方，都是可以使用的。首先呢，先打开你的捷径，然后里面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号。然后在加入动作这边呢，按一下加号，接着在搜寻栏这边呢打文字，然后选一下这个文字。接着呢，在文字的框框里面，下面有一个选项叫做捷径输入，选这个，然后再按一下这个加号。这次呢，我们要搜寻朗读，然后按这个朗读文字，然后下面有一个显示较多，把它打开来。里面呢有一个语言，点进去，这边呢就看你想要选择哪一种语言。像我自己的话，我可能平常想要去查一些英文的发音的话，我这边就选英文。那如果你今天是在学日文，你可能平常会去看一些日文的网站的话，你就可以选这个日文。那我现在先选英文美国。那下面这边呢可以选声音，我们点进去看一下。这边有超多声音的，但是我发现好像是 Siri 的声音会比较真实一点。那像 Siri 声音4就是原本的那个 Siri 的声音，我们选这个。因为我用过2种，然后我发现这个元老级的 Siri 啊，它讲话是比较自然吧，就是比较流畅的感觉，所以我选这个。那写到这边呢，让它念出单字或者是句子的功能就已经完成了。那等一下呢，后面我们会再提到更多的功能，像是可以让它自动翻译啊，或者是直接跳出查询单字的画面。但是我们现在先停在这边，然后按一下右上角的3个点点，这边呢帮它命个名，例如 read， 或者是你要中文的朗读也可以。然后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在分享表单中显示，要把它打开来。接着按一下右上角的完成，然后再按一次完成，这样子就写完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要怎么使用。例如说，我今天在任何 App 或者是 Safari 里面看到一个我不懂的单字，或者是一个句子，那我就把它框起来。例如说这样选起来，然后我按 Share， 或者是分享，中文是分享。然后下面呢，我就去找到刚才我已经写好的那个捷径。我刚刚还命名是 Read To 嘛。那如果你嫌它太下面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上面来，就是你到最下面的这个编辑动作里面呢，你去找到刚才的那个捷径，然后按一下左边的加号，它就会跑到上面来了。那这边呢，你也可以再拖曳，让它更上面一点。例如说，我把它拖到最上面。先这样子，然后我按右上角的 Done， 或者是完成。这样子以后呢，你只要选取单字，然后按分享，第一个选项就是这个 Read， 你就可以让它发出声音。我们再挑一个句子来示范，例如说，我今天想要听到这个句子的发音的话，我就把它选起来，然后按 Share 或者是分享。里面第一个选项就是我们刚才写好的那个捷径。我觉得他刚才那样子好像讲的有一点太快了，那我们回到那个捷径去把它调慢一点。那修改的方式呢，就是点一下右上角的3个点点，然后里面呢朗读下面的显示更多，把它打开来，里面就有一个速率，我们让它念慢一点，这样子，然后按完成。我们再测试一次。
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例如说，你今天想要让它在念完之后立刻出现翻译或者是查字典的功能的话，也是可以的哦。再回到我们刚才的捷径里面，然后再打开我们刚才写到一半的部分。然后这边呢，朗读文字下面我们要继续加步骤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先来加一个字典的功能，按一下这个加号，然后按文件，里面有一个显示定义，点进去。这样子的话，每一次他念完单字就会出现字典。我们来试看看，记得按完成。例如说，我今天想要让他念出这个单字，还有顺便查字典的话，我就把它选起来，然后一样按分享。接着呢，按一下刚才写好的捷径， Perimeter. 然后就立刻跳出这个字典的功能。然后另外呢，你也可以让捷径翻译一大串文字，就是回到刚才写到一半的捷径，然后显示定义这个你把它删掉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加入另外一个动作，按一下加号，然后呢按文件，接着滑到最下面有一个叫做使用 Microsoft 转译文字，选这个。这边这个英文呢，你们就可以选择你想要的语言，像是繁体中文，在这边。接下来呢，再按一次加号，然后再按文件，里面呢去找到一个显示结果，这个，这样子就完成了，然后再按完成。那我们来测试看看。例如说，我今天要让它念出这个句子，还有自动翻译的话，我就把它选起来，然后按分享。然后去找到刚才写好的捷径。The new update will mean a prompt will flash up when you want to download an app. 然后就会出现这个翻译。用这个方式呢，以后要查单字或者是句子的发音就非常方便咯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顺利的写出这个捷径呢？或者是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学的 iPhone 教学的话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讲。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苹果妹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这边呢，按一下。等一下啦，CC，我在拍片，等一下啦。真是的，我在工作，等一下再跟你玩，我在工作。接着按一下右上角的3个点点，这边呢，我们帮它命个名。例如，你真的很欠揍哎！你为什么那么欠揍哈？你为什么那么白目？小白目，快点出去啊！快点出去！我等一下再让你进来。